收看小姐姐的世界地图。今天小姐姐要带大家去参观一个知名博物馆，它位于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小镇 Figueres 菲格雷斯。这个小镇也被称为达利小镇，因为知名的西班牙画家达利于1904年出生于此地哦。达利是20世纪西班牙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，以梦境般的奇幻风格、极致的写真技巧及独特的翘胡子形象闻名。他与毕卡索、米罗并列为西班牙现代艺术三杰。这次我们来参观的博物馆叫做达利戏剧博物馆。一抵达时，我们立刻被它可爱的外观造型所吸引到，非常有创意的设计概念。建筑物上方还放了几颗鸡蛋，连外观都很有达利的风格呢。建筑物的墙壁上有很多一粒一粒黄色突突的设计物品，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？小姐姐看了半天看不出来，所以我们上网查了一下，结果它是面包。没错，就是平常我们吃的面包。没想到面包也能被放在建筑的概念里耶，是不是能感觉到达利的疯狂与创意了呢？据说是因为面包不仅是软的，也可以是硬的，两种冲突的对比很符合达利自身的矛盾与偏执，超越了现实的自由想象。也有人说它象征精简的意识，或代表家乡土地的连结。门票的话，可以在网络上预订购票，目前一般成人票是 18.5 欧元，也可以现场买票，但会比较贵哦。他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票种可以选购，需要预约入场时间。博物馆的营业时间会因为不同月份而有所调整，可以先上官网查询哦。会有很多其他旅游网站，像是 Klook、Get Your Guide 等等，都有卖博物馆的门票，也有卖其他一日游的行程，像是 Girona、赫罗纳和达利博物馆的一日游行程。小姐姐就很推荐这个，而且是从巴塞隆纳出发哦，超级方便。因为 Girona 老城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。它也是《Game of Thrones》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第6季的取景地哦。若想要自己前往的话，可以搭火车或租车。从巴塞隆纳火车站搭过去的话，只要1个小时45分钟左右。从火车站步行到达利博物馆的话，大约15分钟而已哦。开车的话，可能就要依照交通情况而定，通常大约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。城市的四周都有几个免费的停车场，或者博物馆附近也有收费停车场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进去博物馆了哟。进入博物馆的时候，要先经过安检检查包包的物品，然后工作人员会要求要到寄物处寄放大包包，会给一个号码牌，记得要收好哦。在出口处那头会有柜台可以领回包包。一进入博物馆内，第一个就被中庭的创意展示物深深吸引到目光。一台黑色复古的凯迪拉克，车顶上站着一个丰满女人，后方常驻有堆叠的汽车轮胎，上方还有一艘黄色小船。看了介绍后，它叫做雨中计程车，象征着爱的疯狂。黑色凯迪拉克是达利送给妻子加拉的礼物，后来被改造成会下雨的车厢哦。需要投币才能看到里面下雨的场景。同时，黄色小船上方的黑伞会被撑开。投币的地方呢，在右前轮那边。副驾驶座那头车窗上有个开口，可以看到车厢里的场景哦。小姐姐去的当天刚好是冬天雨季，所以当天一直在下雨，只好先跳过这项体验了。另外，黄色小船下方有很多仿似蓝色的雨滴，据说它是代表蓝色避孕套。或象征泪水。中庭的四周则是环形的空间，据说原本是旧剧院的观众席，所以周围墙上摆放了好几个小金人雕像来象征观众。走进室内的大厅，会看到一幅超级大的画作，这幅画叫做《迷宫》，是达利为芭蕾舞剧《Labyrinth》设计的舞台布景，也很符合身为参观者的我们，因为我们即将进入达利创造的超现实迷宫。这幅画背景的山景其灵感来自于一位瑞士画家阿诺德·伯克林的画作《死之岛》，描绘出极尽神秘的冥界景观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大厅中央的地板上有个很特别的米白色框框呢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
其实啊，下面是一个地窖，是达利长眠的地方。对，没错，达利本人就长眠于下方的地窖内哦，据说是他本人亲自要求的。不过在更早之前，他其实是打算和妻子加拉长眠在一起的，甚至还留好了位置了呢。但后来才改变成了这个决定。大厅周围的墙壁上方有一幅很有名的双重影像作品，这幅画有人叫它林肯肖像，也有人叫它加拉裸视海景。它是很有名的立体视觉画像，远看像是美国总统林肯，近看呢会变成达利妻子加拉裸身站在窗边望向海洋的背影哦。旁边这幅是幻觉的斗牛士，它是达利描绘妻子加拉很厌恶斗牛的作品，一样是采用双重画像的技巧。右边两尊维纳斯女神雕像组成了斗牛士的轮廓，左下彩色点点是滴血的公牛，四处飞窜的苍蝇象征腐烂。左上的人头是达利的妻子加拉，右下方的小男孩则是小时候的达利，正在看着这个场面哦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一个房间，它叫做梅韦斯特房间。达利将房间变成一幅画作，这是达利戏剧博物馆中最不能错过的经典房间哦。创作灵感来自好莱坞女星 Mae West， 达利认为她是女性美的典范，他把整个房间变成画布，与建筑师奥斯卡图斯克茨合力完成这幅创意的立体画。房间有个小楼梯，可以排队走上去，从楼梯上方有个镜头往下看，就会看到整幅画的成品哦。墙上的两幅画是女星的眼睛，底下的壁炉是鼻子。至于嘴唇沙发呢，当然就是丰厚的双唇咯。窗帘则是用来当做头发。楼梯下来后，不要马上离开小房间哦，因为旁边墙壁有个小洞，平常人可能会漏掉这个小洞。它其实是达利刻意安排的偷窥视角之一，一个隐藏式视觉装置，有一种偷窥某人生活的感觉。达利很喜欢做这种改变观看角度来呈现不同意义的作品哦。接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房间，这里叫做风之宫殿。首先抬头看看天花板这幅魔幻画作，画中站着两个人，蓝色的是达利，仔细看一下人头处隐约有两根长胡须哦。红色的则是达利的妻子加拉，象征他们两个人将要飞升到天堂中，但同时也把观看的大家踩在脚下。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达利的狂妄风格了呢？隔壁还展示了一个寝室，墙上有展示一个知名画作《记忆的永恒》，这也是达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画中有几个看起来软掉的时钟，就是大家对达利印象深刻的代表物哦，它就是龙画时钟。继续逛了一下画廊区，小姐姐看到这两幅画很有意思。一幅是达利画他自己，对面那一幅是达利画毕卡索，是不是揣摩得很到位呢？因为达利对年长他23岁的西班牙同胞天才画家毕卡索有着又爱又恨又崇拜的复杂心情。达利把他自己的画像挂在毕卡索肖像的对面，大有较劲宣示在艺坛地位中平起平坐的含义哦。画中毕卡索脑袋中延伸出一把汤匙，汤匙里装着曼陀林，这是毕卡索爱用的物品，象征着他脑中一直不断的在产生艺术创作。也有人说画中的一些呈现内容是在讽刺毕卡索，但同时达利又用了康乃馨、曼陀林、羊角等物品来表达对大师的敬意哦。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其他达利的历年作品吧。
这边打个岔，这里的楼层中啊，连楼梯间都有精心设计过耶，真的非常的用心。达利除了画作，他还设计了珠宝。参观完了主馆，记得先去出口处领刚刚寄放的包包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再去旁边那栋的珠宝馆也参观一下哦。顺便提一下，领包包处的旁边刚好有纪念品店，所以我们就先小逛了一下。然后逛完我们再去珠宝馆哦。达利珠宝馆展示的是达利设计的创意珠宝作品，连珠宝设计都非常有他个人的风格呢，处处充满巧思。馆内展示出达利设计的珠宝实体，旁边还会附有原始的手稿可以参考哦。小姐姐很喜欢这款太空象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水蓝色的东西，加上小姐姐从小就很爱大象，觉得它们超温和、超可爱的。这作品的意义来自达利的超现实象征语言。这个大象的腿呢，变得像蚊子腿一样细，有一种巨大和极度脆弱的强烈对比感，象征着梦境、重量与失重的矛盾，也可以比喻为看似强大的东西，但其实建立在极不稳定的基础上，一种强烈失重的矛盾感。这款呢叫做皇家之心，是可跳动的机械宝石心脏，象征着爱、权力与生命的跳动哦。那接下来，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其他达利的珠宝设计作品吧。达利戏剧博物馆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参观，若有去巴塞隆纳的朋友，可以考虑来这边一日游哦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请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感恩的心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